今天我们来聊聊2件和吃有关的世纪骗局。植物油比糖还毒。长久以来，糖被视为健康的头号大敌。有人把精致白糖称作白色毒药，觉得甜食吃多了百害而无一利。然而，现在却有人惊呼，你每天用来煎炒煮炸的植物油可能比糖还毒。这话听起来很耸人听闻，仿佛颠覆了我们对健康饮食的常识。植物油不是一直宣传为健康的油吗？为什么反而被说成比糖更危险？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难道我们这些年来一直搞错了对象，把狼当成羊养在身边了吗？让我们细细说来。世纪骗局，植物油比糖还毒。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到100多年前的厨房。100年前，我们的祖先炒菜、煮饭主要用的是猪油、牛油、奶油这类动物油脂，或者橄榄油、芝麻油等传统植物油，但这些油不是取得不易，就是价格高昂。20世纪初，工业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一场餐桌革命，食用植物油大量问世，从棉籽、大豆、玉米等作物中提炼出的廉价油脂，开始逐步取代传统的猪油、牛油、上皂。举个经典例子，1911年，美国有家公司发明了一种新型起酥油产品，用氢化技术把棉籽油变成固态的白色油膏，取名叫 Crisco 克里斯可。这种新型植物油上市后，广告打得天花乱坠，说它比猪油干净健康，价廉又方便保存。家庭主妇们趋之若鹜，纷纷用它代替传统猪油来炸油条、烤饼干。从那时起，植物油逐渐走上历史舞台，被包装成现代化、卫生又有益健康的食用油。再往后，1950到1970年代，西方盛行低脂饮食潮流。科学家当时认为，心脏病的元凶是摄取过多的饱和脂肪，也就是动物油脂。于是，营养指南开始建议人们少吃猪油、奶油，多用植物油。超市里充斥着低脂食品，牛油被人们嫌弃，涂在面包上的改成了人造奶油，麦淇淋炒菜也换成了玉米油、大豆油。植物油成了健康清淡的代名词，几乎每个家庭厨房都备上一大桶。然而，这场看似健康的饮食革命真的带来比较健康的身体吗？时间给出了令人惊讶的答案。20世纪后半叶，人们虽然依照建议减少了动物脂肪的摄取，大量使用所谓健康的植物油，但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却没有消失，反而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攀升。原来，我们在远离猪油、奶油的同时，可能掉入了另一个陷阱。首先，人造奶油后来被发现含有大量反式脂肪，这种由植物油氢化产生的副产品对心血管非常不友善，比天然的猪油、奶油更容易造成血管阻塞。当年我们涂在人造奶油上的每一刀，看似是在远离胆固醇，其实却是在慢慢伤害心脏。直到21世纪初，各国才纷纷禁用反式脂肪，这才揭开了当年以人造油取代牛油的决策有多大的失误。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例如知名素食连锁店麦当劳的薯条早年是用牛油、牛脂来炸，后来在健康风潮下改用植物油，却一度采用了含反式脂肪的配方，导致薯条的反式脂肪含量飙升。最后在科学与舆论压力下，麦当劳不得不再度更换油品配方，以降低反式脂肪。这样的曲折经历显示出当初一刀切弃用动物油的思维有多大的问题。此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在2015年正式宣告反式脂肪不被公认为安全，要求食品业者限期移除部分氢化油。我国台湾也自2018年起全面禁用含反式脂肪的加工油品。全球这一波政策转向，显示大家终于认清了反式脂肪的危险。但还有另一个隐忧尚未获得同等重视，那就是高 Omega-6 植物油长期累积的影响。再者，糖和油这2大热量来源，在过去几十年里一同大量充斥我们的饮食。回头看才发现，当初妖魔化脂肪、鼓吹高糖高淀粉的低脂饮食背后，其实有产业黑幕。例如1965年，美国糖业协会资助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评论文章，刻意淡化了糖与心血管疾病的关联，把矛头全部转移到饱和脂肪上。同一时期，也有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试图提出警讯，
英国营养学家约翰·尤德金早在1972年就着书指出糖的危害，书名就叫 Pure White and Deadly， 意即纯粹白色且致命。但他的声音在当时被主流忽视了，结果人们害怕奶油和猪油，却放松地喝着含糖饮料，吃着高糖低脂食品。许多加工食品其实是糖加油的混合热量炸弹，例如甜甜圈、裹奶油的蛋糕、巧克力派，既含大量糖分，又浸满不良油脂，热量惊人。然而，在过去那段日子，大家往往只注意避免糖或脂肪其中一样，却忽略了两者联手对健康的破坏力。这种饮食模式导致的结果，如今我们看得很清楚。现代社会超重、第二型糖尿病的盛行率都前所未见地飙高。可是，即使后来大家逐渐认识到糖的危害，开始戒可乐、少吃蛋糕，很多慢性病的比例仍居高不下。有一部分专家开始怀疑，会不会除了糖以外，还有另一个隐形杀手，一直躲在我们日常饮食中。这个黑手就是那些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安全的精致植物油。想象一下，1890年代，糖尿病在人群中是极为罕见的疾病，当时的糖尿病盛行率仅约 0.0028%， 不到1/1000。而到了2016年，在某些国家，糖尿病盛行率已达到 13% 左右，相当于增加了将近4600倍。短短120多年间，糖尿病从稀有病症变成了文明病，肥胖人口的比例也从19世纪末不到 2%， 增至如今超过 40%。高血脂、脂肪肝等代谢疾病也是直线上升。有研究者指出，这一切的时间趋势单靠大家吃太多糖难以完全解释，因为20世纪中叶以后，另一件大事也发生了，精致植物油的普及和消费爆炸性增长。统计显示，20世纪初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植物油可能不到几克，而到了21世纪，人均每日油脂摄入已达到数十克，其中大部分是精致的种子油，如大豆油、玉米油等。在美国，仅大豆油的人均消费就在100年间暴增了上千倍。我们的身体从祖先时代几乎不曾接触过这些高 Omega-6 含量的油脂，到现代却几乎餐餐都在摄入它们。许多加工食品、素食、零食，甚至看似健康的沙拉酱，都充满了这类植物油。当这类油脂大量涌入我们的饮食，同一时期种种现代疾病也随之激增，这绝非巧合。为什么说这些植物油对健康的危害可能更胜于糖？关键就在于其中的 Omega-6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Omega-6 本来是人体需要的脂肪酸之一，但强调的是适量。古代人饮食中 Omega-6 和 Omega-3 脂肪酸的比例相对均衡，可现代人的比例却严重失衡。我们吃的 Omega-6 实在太多了。有数据指出，古早饮食里 Omega-6 与 Omega-3 的摄取比例约为1:1，而现代西方饮食常高达20:1，完全失去平衡。Omega-6 在体内代谢后会产生促发炎物质，如果长期摄取过量，就容易让身体处于慢性发炎状态。慢性发炎是什么概念？可以把它想象成身体里隐隐燃烧的火苗，一直没有完全扑灭，虽然烧得不旺，但持续炽热。常年下来，这种隐性发炎会损伤血管关节，增加细胞病变的几率，为心血管疾病、中风、关节炎，甚至癌症和失智症等埋下种子。糖吃多了会让血糖飙高，胰岛素失常，对代谢不利，而过多不良油脂吃多了，等于在体内埋下一颗颗小火药，一点一滴侵蚀着健康。有医师直言，台湾家庭医学科医师李思贤，精炼植物油对于代谢疾病的危害远超过糖。这并不是说糖就无害了，而是许多人长期以来低估了油脂的影响。他举例，从19世纪到现在，人类糖尿病、肥胖症的暴增与精致种子油的大量普及有着惊人的同步关联。换句话说，也许真正让现代人健康每况愈下的元凶，糖只是一半的故事，另一半则是藏在厨房瓶罐里，被我们每天炒菜下饭的那些油。再想想我们平常吃的食物，炸鸡、薯条这些高油高热量的垃圾食物自不必说，就连一般家庭料理，
我们大多也习惯热锅倒油，再下食材爆香。如果使用的是大豆油、葵花油等高 Omega-6 的油，烹调时还可能因高温产生氧化产物。这些油脂经过高温反复使用后，会裂解出对身体有害的自由基，加重细胞的氧化压力。许多外食族每天摄入的隐藏油脂量惊人，一盘炒面、炒饭里下了多少油，你根本无从得知。如果那些油品质不佳或反复高温使用，其危害绝不亚于每天喝一杯含糖饮料，甚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营养学者甚至把这类精致植物油称作隐形杀手，因为糖的危害比较容易理解，也容易被察觉。吃甜食过量，你可能很快发胖、蛀牙、血糖升高，但植物油的危害往往是长期潜伏的，它让你体内慢慢发炎，加速血管老化硬化，时间久了会在不知不觉间引发各种严重疾病。有研究指出，包括癌症、黄斑部病变、视网膜黄斑退化导致视力衰退，以及阿兹海默症，俗称失智症等现代疾病的发生率，在过去几十年里也都节节上升。而这背后可能都与现代人过量摄取不良油脂有关联。听起来匪夷所思吗？也许再过若干年，科学会给出更明确的答案。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专家发出警告，小心那些每天吃进肚子的植物油。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说所有植物油都万恶不赦。一些天然冷压的植物油，例如橄榄油、初榨椰子油、芝麻油，含有较丰富且稳定的营养，在不高温的情况下适量食用对人体有益。真正问题大的是高度精炼、富含 Omega-6 的工业种子油。这类油为了大量生产和延长保存期限，经过高温、高压、溶剂、萃取等工序，去除了原油的杂质和气味，但也破坏了原本油料里的维生素 E 等天然抗氧化物。精制油看似纯净透明，其实少了天然保护成分，在烹煮时更容易氧化变质。你可以想象，它就像被剥去了防护衣，在体内更容易诱发不良反应。举例来说，葵花籽油和葡萄籽油的 Omega-6 含量可高达总脂肪的 60% 以上，大豆油约 50%， 相较之下橄榄油仅约 10%， 椰子油更低。由此可见，不同油品在脂肪组成上差异很大，选油时不妨优先挑选 Omega-6 含量较低、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的种类，烹调时也应避免长时间超高温油炸。同时可以增加富含 Omega-3 的食物，如深海鱼、亚麻籽，来平衡 Omega-6 带来的影响。反过来看，被我们打入冷宫多年的猪油、牛油等传统动物油脂，倒有重新平反的趋势。猪油中含有相当比例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和橄榄油的主要成分油酸属于同一类，也有稳定的饱和脂肪， Omega-6 的含量反而很低。在高温烹调时，猪油的稳定性其实比大多数植物油要好，不容易产生有害氧化物。过去说猪油对心脏不好，一部分原因是它含有胆固醇和饱和脂肪，但现在科学界对饮食中胆固醇影响心血管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认为适量摄取胆固醇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可怕。此外，那些早年把猪油妖魔化的研究，很可能没有考虑到糖和反式脂肪这两个干扰因素。如果把这些因素都算进去，猪油本身适度食用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并没有当初宣传的那么高。也许你家里也曾出现这样的景象，奶奶炒菜习惯放猪油，每道菜又香又亮，到了妈妈那一代，全改用所谓健康的色拉油。沙拉油觉得猪油是不碰为妙的禁忌。如今轮到我们，听到营养师又说其实适量的猪油无伤大雅，反而要小心每天在外吃进肚子的那些精炼植物油。观念仿佛钟摆一样来回摆动，让人一时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其实任何油都有它的用途和界限，明白了适量和正确使用的道理，我们就不必再随着极端说法起舞。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非要走向另一个极端，也不是倡议所有人都改用猪油取代植物油。对某些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族群而言，摄取过多动物性脂肪依然要谨慎。然而我们过去明显矫枉过正了，谈到油只知道怕猪油、奶油，却忽视了植物油潜在的危机。当然
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狂喝猪油、狠喝肥肉，而是要提醒，植物油一定健康，动物油一定有害。这种二元论是错误的，这或许是近代营养学上最大的误区之一，可以说是各世纪骗局。我们被这个观念困扰了几十年，拼命远离一切动物脂肪，却忽视了手上那瓶透明的植物油，其实也隐藏着风险。结果，许多人该少吃的糖没少吃，该注意的油又没注意，双重打击之下，身体怎能不垮呢？现在回想起来，真相往往在两极之间，无论油还是糖，摄取过量都会危害健康。糖带来热量过剩和代谢负担，油则潜伏着慢性发炎和氧化的危机。我们需要的是均衡与节制，并且选择正确的食材来源，而不是被简单的标签牵着走。试想，这情形像不像一场精心包装的骗局，将所有罪魁祸首的黑锅丢给了糖，让植物油披着健康的外衣大行其道。幸好如今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在揭穿这件事，下次当你走进超市，面对琳琅满目的食用油时，不妨多留心成分标示，优先选择稳定安全的油脂。也提醒自己，别再因为看到植物性字样就掉以轻心了。你可能会吐槽，糖也不敢吃，油也不能用，那是不是干脆什么都不吃算了，还是只剩地沟油可以吃？别担心，我们可不是要把大家吓得茶不思饭不想。其实只要掌握科学知识，我们完全可以聪明的吃。甜食不是完全不能碰，但要适可而止。植物油不是不能用，但要挑对种类，控制用量，不要餐餐爆炒，顿顿油腻。掌握了这些原则后，我们就不会被世纪骗局牵着鼻子走，而是能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守护健康。现在，让我们从厨房的油罐转向米桶，来聊聊另一件日常小事——洗米。许多人或许没想到，连洗个米这样平凡的步骤都可能藏着学问和迷思。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别这样洗米，没营养又难吃。到底怎样洗米是？这样为什么说会没营养难吃？这里面又有哪些误解呢？亚洲人煮饭前大多都有洗米的习惯，但每家每户的做法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随便用水冲2下就下锅，有的人则很认真的淘洗好几遍，把米水洗到清澈见底才放心。还有人在洗完米后会把米长时间泡在水里，甚至隔夜浸泡，觉得这样煮出的饭更软 Q。 也有人恰恰相反，洗完就立刻下锅煮，怕泡太久米的养分流失。这么多不同的做法，究竟哪种才对？我们先来拆解没营养又难吃这句话，看看洗米会不会真的把营养洗掉，把口感变差。先说营养，白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碳水化合物，提供热量为主。稻米的营养大部分集中在米糠和胚芽，但我们平常吃的精白米，这些外层营养早在碾米时就被磨掉了，只剩下白白的米粒。也就是说，白米本身营养素并不多，相较于蔬菜、肉类而言，主要功能就是让我们摄取糖类来产生能量。所以，就算洗米的过程中有少许维生素 B 群溶出，那流失的营养也非常有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吃一碗饭所获得的营养，大头还是来自它提供的糖类热量，真正的维生素、矿物质则应从配菜中获得。有些国家会在白米外层强化添加营养，例如喷上铁、维生素 B 等。这种强化米如果用力淘洗，表面的添加物可能会被洗掉一些。但在台湾，一般市售白米多半没有额外强化营养，所以正常洗米并不会让白米没营养，因为白米本身营养含量就有限，该有的养分都牢牢在米粒里面，不会轻易被洗掉。台湾有无毒教母之称的谭敦慈护理师就直言，他习惯把米洗到水清澈，因为米粒上可能残留微量的农药和米粉，洗干净了才能安心下锅。而有人担心营养流失，他则笑说，吃白饭重在补充淀粉，又不是靠白米来摄取维他命，大可放心洗米。再说口感，有人担心米洗太干净，煮出来会不好吃，觉得米水不用洗到全清，留点米粉煮出的饭才香。这其实是一种迷思。米表面的米糠粉末如果不洗掉，煮饭时反而可能产生杂味，或让饭粒变得黏糊糊。适当的把米洗干净，
煮出来的饭味道会更加纯正，口感更 Q 弹。你可以试验，同样的，米一边不洗直接下锅，一边洗到水接近清澈再煮，两者煮出的饭差别非常明显。不洗的饭往往带有一点米糠的异味，颜色也比较灰暗，而洗干净的饭粒粒透亮，香气纯粹。所以洗太干净饭会难吃，并没有科学根据。相反，不洗干净才可能影响风味。值得一提的是，要不要洗米有时也取决于料理种类的不同。西方有些米饭料理，例如意大利炖饭 risotto， 反而强调不要洗米，目的就是保留米粒表面的淀粉，煮时释出淀粉质，以获得粘稠绵密的口感。炖饭吃的就是那股浓稠。相对地，东方式的白米饭讲究粒粒分明，清香 Q 弹，当然就需要把多余的淀粉淘洗干净。这其实与营养无关，只是不同菜色的需求。总之，我们平常蒸煮白饭，该洗还是要洗，而像炖饭那样的特殊料理，才是不洗米的例外状况。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人说别这样洗米，没营养又难吃呢？其实问题往往出在洗米的方法，而非洗得太干净。这件事本身，最近有日本家电公司调查发现，许多人存在洗米的几个错误旧观念，其中就包括米洗太干净会不好吃的误解。真正让米饭难吃的是以下这几种不当做法。错误一，洗完米就沥干放在筛子上。许多人会把洗好的米倒在滤网或筛子里沥水，以为这样可以把多余的水分控掉，但这样做会让吸了水的米粒表面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容易变干并产生裂痕。米粒一旦破裂，内部的淀粉质就会流失，煮出来的饭可能变得黏糊糊，不够松软。更甚者，表面裂开的米粒容易氧化，若沥太久还可能沾染空气中的细菌，影响卫生和风味。正确的方法是洗好米后不要久放沥干，而应该保留米粒的湿润，可以直接把米放回锅中或饭釜里，加上适量的水开始浸泡备用，而不是让洗好的米干巴巴地见风。错误二，洗完立刻煮饭。不少人为了省时间，洗完米就立刻开始煮，但米粒吸水并非瞬间完成，必须花一些时间让水分充分渗透至米心。若没有足够的浸泡时间，米心会偏硬，煮出来容易夹生，俗称有硬心，口感大打折扣。有经验的主妇都知道，煮饭前浸米是让米饭好吃的诀窍之一。只要多花30分钟到1小时，让洗好的米在清水中静置浸泡，等米粒吸足水分再下锅煮，煮出来的饭会明显更加饱满香甜，每一粒都熟透柔软。错误3，浸泡时间过长。虽然浸泡是关键，但泡得太久也会适得其反。长时间浸泡会导致米粒的淀粉大量流失，煮出的米饭过于湿黏，甚至可能产生不佳的气味。尤其在夏天，如果将米长时间泡在室温水中，温暖潮湿的环境最容易滋生细菌。专家建议，如果需要隔夜浸泡，最好将米和水一起放进冰箱冷藏，并且避免超过10小时以上，才能保留最佳风味。错误4，用热水淘洗。有些人图省事，或认为热水洗得更干净，会用温热的水来淘米。然而，温水会让米粒表层过快吸水，导致尚未下锅煮，米粒外层就已经变软，部分淀粉提早释出。之后正式煮饭时，米粒内外受热不均，容易出现外层过烂而中心偏硬的情况。建议还是用冷水或室温的凉水来洗米和浸米，不但比较不会破坏米粒结构，也能避免煮出夹生饭。看完以上几个地雷，你会发现真正让米饭难吃的其实是不当的洗米和浸泡方式，而并非把米洗得太干净与否。至于营养流失，前面我们已解释过，白米饭本来就不是主要用来提供维生素的，你从中本来就获取不到多少微量营养，因此更谈不上洗米会让它变得没营养。相反，如果米没有洗干净，残留了灰尘、杂质甚至细菌，或者因处理不当导致米饭口感不佳，让人食欲不振，那才是真正对营养的辜负。事实上，营养专家曾经观察到，一些团体供餐，例如学校营养午餐的白饭之所以常被嫌难吃，正是因为没有做好上述步骤，洗米马虎，浸泡不足，
导致饭粒夹生或带有杂质风味，学生们不爱吃饭，营养便浪费在倒掉的剩饭里。由此更凸显了正确洗米、浸米的重要。这不仅攸关口感，也影响我们能否把营养吃进身体。因此，正确的结论应该是米要洗，而且要用正确的方法洗，同时避免上述那些不当的步骤。一般来说，淘米2到3次，直到水不那么浑浊即可，无需执着于一定要洗到完全清澈。淘洗时动作轻柔，不要用力搓揉，以免破坏米粒。洗好米后，按照煮饭所需的水量浸泡约半小时至1小时，再开始煮饭。这样你会发现煮出来的白饭晶莹剔透、粒粒分明，该有的米香和 Q 弹口感都充分展现。而那些不要把米洗太干净的老观念，可以安心丢到一旁去了。附带一提，以上讨论主要针对精白米，至于营养价值更高的糙米、胚芽米，由于保留米皮与胚芽确实富含较多的维生素和纤维，但表面的灰尘与农药也不可忽视，一样需要好好清洗。另外，糙米质地较硬，烹煮前最好多浸泡几小时甚至隔夜，才能煮得松软可口。白米和糙米的处理方式不同，千万别混为一谈哦。另外，现在市面上也有标榜免洗米的产品，表示这种米在加工时已预先去除了米糠，可以不经淘洗直接烹煮。但一般的白米仍建议按照上述步骤清洗、浸泡，才能确保风味与卫生。顺带一提，有厨师分享过煮饭的小技巧，例如在煮饭的水中加入少许气泡水，据说能使米饭口感更蓬松。但无论小技巧多吸引人，若没将米洗干净、浸透淀粉，米饭口感终究不会好到哪里去。从植物油到洗米，这两桩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其实有一个共同点，我们曾深信不疑的一些常识，可能并不完全正确。所谓世纪骗局，有时并不是有人刻意欺骗，而是我们自己被陈旧的观念或商业宣传蒙蔽太久，形成了一种集体误解。好在科学与时间终会给出答案，帮助我们看清真相。现在我们知道了，号称健康的东西不一定永远健康，过量的精致植物油暗藏危机，那些听来有理的生活技巧也未必可靠。洗米并不会洗掉营养，反倒是错误的方法让米饭走味。掌握了这些知识，我们就多了一份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把关的底气。饮食中少一些偏听偏信，多一点理性思考，我们才能避开那些骗局，真正享受美食，享受生活。与其人云亦云，什么都不敢吃，不如记住均衡适度，搞清原理这8个字。当你明白了背后的道理，就不容易被耸动的言论吓住，也不容易被伪科学牵着走。